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先锋君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海贼王》特别篇，在辽阔的海洋上驰骋，父亲伟大的梦想。寻宝，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词汇，无数冒险家为了寻宝，耗尽一生在大海上驰骋，为宝藏而痴迷。但是，却有人十分讨厌这个词。这个小女孩名叫阿曼达，她有2个妹妹。阿曼达的父亲曾经为了寻宝离开家，留下了阿曼达3个姐妹独自生活。后来，父亲虽然带回了宝藏的秘密，但是因为操劳成疾，很快死去，彻底抛弃了阿曼达3姐妹。不仅如此因为父亲生前将宝藏的秘密告知了阿曼达，所以父亲死后，阿曼达3姐妹很快被海盗盯上。对此，阿曼达十分憎恨父亲，他很不理解为什么父亲为了寻宝会抛弃幼小的他们，而且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麻烦。阿曼达和2个妹妹被扎普的海贼团劫持。白发小妹和眼镜小哥是扎普海贼团上的勤杂工，繁重的劳动让他们萌生了离开扎普海贼团的想法。2人的对话刚好被同在杂货仓的阿曼达听到，他向2人提出交易，只要2人能够帮助他们3姐妹逃出去，他就愿意把自己知晓的宝藏秘密分享出来。白发小妹和眼镜小哥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儿，冒着生命危险偷了他小船，2人带着3姐妹一起逃出海盗船，来到了阿曼达给他们指的一座小岛。根据阿曼达所说，父亲当年找到的宝藏就藏在这里，但是具体在什么地方他就不知道了。白发小妹和眼镜小哥在岛上足足翻找了1个月，也没有找到宝藏。这一天，2人和阿曼达3姐妹在海滩上猛然发现一艘海贼船正在接近，上面的骷髅旗戴着草帽，几个人还想躲一下，但草帽团刚登陆，索隆就发觉了有人藏在岛上。路飞这个不靠谱的船长，因为平时太过吵闹，被山治下了安眠药。唯一一次在全员登岛的时候，自己安安静静的在船上睡大觉。阿曼达等人觉得这伙海盗不像是坏人，但是也不敢实话实说，就说他们是一家5口人在岛上野营的。留在梅利号上看书的罗宾机敏地发现一艘正在急速靠近的海贼船，正是扎普海贼团，他们是来抓阿曼达的。而关键时刻，路飞睡得就像死猪一样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罗宾只好通知了岛上的娜美等人。这时候，小岛的深处传来尖叫，落单的阿曼达被扎普的手下抓走，山治跑去追击，却迷了路，而索隆这个路痴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乌索普和娜美、乔巴立刻回到梅利号，船上能战斗的高手只有路飞1个，但是他却睡得死沉死沉。娜美抓起路飞，左右开弓，狠狠地揍了一顿。路飞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看到远处有敌人的船，神志不清的路飞伸长手臂抓过去，随即自己就飞到了敌船上，被敌人带走了。扎普海贼团被路飞恶魔果实的能力给唬住了，没敢继续进攻，掉头就跑去找自己的老大卷毛哥。此时山治和索隆还没有回来，那没几个人也不敢贸然去追，十分纠结。白发小妹和眼镜小哥很担心阿曼达被抓回去受到折磨。娜美的脑子转得很快，一下子就猜到白发小妹他们俩根本不是阿曼达3姐妹的父母，他们来到岛上有特殊的目的。在娜美的暴力逼供下，眼镜小妹老老实实的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娜美一听，这2人居然把宝藏的事情给掩盖了，气得她又狠狠的把眼镜小哥揍了一顿。阿曼达的2妹妹阿尔娃告诉大家，宝藏就在这个岛上，所以扎普海贼团一定会回来的。眼镜小哥带着众人来到自己挖的一个洞穴里休息。二娃告诉大家，姐姐阿曼达因为父亲的关系，一直很讨厌冒险和宝藏，对父亲恨意很大。但是二娃和妹妹3娃都很喜欢父亲。3娃的手里还有一个父亲送给他的形状奇特的玩具。众人说着说着，肚子都饿了。因为路飞在扎普的海贼团上，所以大家也不是很担心阿曼达的安全。山治把食材拿出来，做了一桌子丰盛的宴席，边吃边等着扎普的海贼团掉头回来。阿曼达的妹妹2娃问了山治一个十分深奥的问题：宝藏真的能给人带来幸福吗？他们的父亲就是为了让他们幸福，所以才去寻找宝藏的。可是现在他们却被海贼盯上，不但没有幸福，反而很危险。所以姐姐阿曼达不想通过宝藏让他们获得幸福。山治告诉2娃，既然是你们的父亲牺牲性命留下的东西，那就值得被铭记。扎普的海贼团上，路飞的安眠药劲儿过了，醒来之后吵闹不止。路飞虽然反应十分迟钝，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一船都不是好人。扎普的老大卷毛哥还有个棘手的技能，他可以指挥手下的合唱团进行演奏，听到歌声的人都会被卷毛哥控制。卷毛哥操控阿曼达露出了后背的藏宝图，然后指挥全员回到海岛上去寻找宝藏。在接近海岛的时候，卷毛哥又操控路飞去攻击草帽团的其他人，这一下就有好戏看了呀！
罗宾利用能力想要控制住路飞，但是因为路飞是橡皮，所以完全没用。路飞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攻击其他人，索隆等人也不好下狠手。但更让人抓狂的是，被操控的路飞把梅利号一顿破坏，乌索普可急了。关键时刻，乔巴注意到了卷毛哥手下的那个合唱团，他让乌索普瞄准合唱团的那些人攻击。于是乌索普拿出了他最新发明的催眠弹药，准确无误地将安眠药丸打进那些合唱团的家伙嘴里，合唱团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睡过去，卷毛哥控制人的能力也就起不到作用了，路飞恢复了正常。草帽团登上卷毛哥的海贼船，将扎普和卷毛哥狠狠地揍了一顿。阿曼达在卷毛哥的海贼船的船舱里，本来已经充满绝望，他认为草帽团根本不会是卷毛哥的对手，没想到打开货舱门的是被扎普揍得伤痕累累的白发小妹和眼镜小哥。二人嘻嘻哈哈地问道，要不要带着妹妹们跟他们一起生活。阿曼达的脸上露出了很久都没有出现的笑容。阿曼达告诉白发小妹和眼镜小哥，他之所以一直瞒着他们藏宝图的事情，就是担心一旦找到了宝藏，他就会想起自己那个讨厌的父亲。他心里责怪父亲为了宝藏抛弃他们姐妹三人，在心里一直刻意回避去理解父亲。妹妹二娃告诉阿曼达，既然父亲不惜性命把那个宝藏留给他们，他们应该就要接受，而且好好的活下去。阿曼达听了妹妹的话，心中突然就坦然起来。草帽团将阿曼达后背的图案临摹下来仔细研究，草帽图上有一个 X 符号，指的应该就是宝藏所在的位置，而三王那里有一个造型奇特的玩具，那也是找到宝藏的关键。玩具上的箭头和藏宝图某个地方重叠一起，草帽团到那个地方搜索一番，发现了一个山洞。罗宾作为草帽团的智囊，不仅对历史颇有研究，对地理地貌也有一定的了解。他在眼镜小哥他们居住的洞穴中发觉到洞穴的墙壁十分松垮，于是他猜测整个岛屿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活物，那些礁石土壤是后来堆积上去的。草帽团将船开到安全地带，索罗和山治则在洞穴内劈开了最里面的巨大珊瑚虫。突然岛屿一阵震动，整个岛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开口，开口慢慢张开，大家惊奇地发现这个岛居然是一个巨大的蚌。当蚌的壳完全张开时，里面赫然出现了一个比梅利号还要大好几倍的巨型珍珠。原来这就是阿曼达的父亲找到的宝藏。路飞兴奋地跑到蚌的里面，这么多的肉估计拿回去够他们吃几天的了。山治说这起码是1万人的口粮。索隆坐在一边吐槽道，路飞一个人就能吃完了。阿曼达看着这颗巨型珍珠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父亲临走前的遗言反复在耳边回响，这就是能够变得幸福的魔咒，我能为你们做的事情也只有这个了，原谅我吧。这个时候阿曼达终于能够理解父亲，从他的嘴中能够说出为父亲骄傲的话来，他是最棒的父亲。白发小妹提出将阿曼达后背的图案消除掉，但是阿曼达却决定保留下来，毕竟这是父亲留给自己的纪念。他决定从现在开始像父亲一样开启自己的冒险。唯一遗憾的是这么大的珍珠不能带走，估计只能开个景区赚个门票钱了。我是千夫君，咱们下期见。